早上好。今天呢，安迪就来到日月潭。日月潭的附近这一边，我们都不知道哎，有一个是做那个仙纸的，就是做纸张的。这边你可以学习，可以做 DIY， 然后我们来参观一下怎么样做那个仙纸。来，甘蔗渣也是可以做纸张哦。还有我们的稻草，牛粪都可以啊。哦，牛粪也是可以哦。可以闻了。稻草也是可以，茶叶也是可以。因为我们日月潭的红茶很有名，用它茶渣做纸。然后我们手工纸都是画国画、写书法的文化用纸为主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人烧很多金子啊、黄金啊，就有时候会很害怕。但是那个纸 OK 的，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用竹做的，竹的纸，竹的产量是很高，而且它生产力是很旺盛的。OK， 那个 no problem 可以烧。OK， 还有一点哦，我就以为哪里都可以做纸，为什么这边的纸会那么好、那么漂亮？因为水质的问题、气候环境很重要，所以他们这边出产的纸是很漂亮。考试有关于大小章纸，上面留下来就是它的字的那边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然后它就讲下来，而且还要讲你看它现在做好了咯，之后它会放一条红绳，为什么？等一下旁边压掉水啊，就好像我们以前做豆腐要放很多木压的嘛，以前，你看，把它转 press， 所以刚才不是有一条红线嘛？你看它怎样拿？啊，你看那个红线，它就绑在那一个木那边 ，OK， 它就绑在那一个木，它就卷起来，他们叫做灰麒麟啊，灰刀令还是灰麒麟它叫，然后它就放了上去，你看，然后他拿着一个扫把哦。哇，叫什么松什么针呢？松针刷，有1个 kilo 这么重哦。啊，现在你看刷到美美。OK， 它一放下去的时候是有烟，所以还是潮湿。所以当它没有烟的时候，它就是干的了。我学到了一个东西，我们纸每次用张1张2张，但是一张纸，如果是说100张纸，它就叫100张纸叫什么了啦？啊，一刀剪刀的刀就是100张。如果是500張，他們不叫500張紙哦，他們叫一令就是500張。學到嘢咧，係咪？我今日至學到噶，唔係喺馬來西亞，我哋成日講張1張紙、1張2張紙，以後100張愛講一刀 ，OK？500張就叫一令 ，OK？ 那我们纸张放上去，那我们要做敲的动作，所以要软化纸张，所以要喷水。那这时候我们要盖纸才能敲，这张纸才不会破掉哈。我们这是吸水的纸张哈，就把它敲，就是要把图案敲出来。对，古时候是这样做书的哦，印刷他们是这样印刷书的。好，大概敲3到5张，就是要把水吸干。那为什么要吸干？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上黑色的墨汁。这是图案压出来，那就是完成我们古时候的手工纸跟我们的印刷术的结合，叫做拓印哦。是我们这是纸张，就是手工纸跟印刷术的结合。就是这样子印出来。但是这个 idea 呢，安迪有头脑在转我可以带我的孙来玩耍嘞，这个就不是说安迪在旅行了，就亲子关系，小孩子又可以玩，我又可以来陪着他们，对不对？带小孩来玩 ，OK？ 他这边生产的纸哦，也有可以吃的纸哦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吃的糖果那个纸可以吃的嘛，白兔糖的纸也是可以吃的，还有可以泡茶的纸也有，当然可以咯，泡茶的纸，因为我们没有吃它纸，我们喝它的水嘛，我们喝茶也是树叶啊，对不对？这一个位置呢是给大家 DIY 的，就给那些小孩或者年轻人，你们要体验如何造纸，就是在这边洗一张paper出来，这边呢整个 DIY。onion
洋葱啊，它的皮呀、拿来做纸，所以它的 color 那个纸就会红色咯。洋葱皮来的哦，阿念呢？红包子啊，用纸做的，你看哪里舍得用？你看它有痕迹，你看它不舍得用。这个只是一个部分哦，这个是一馆哦。我们现在要去2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样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走。很有 feel 哦。很有 feel 哈，这里。哎，你来看，原来那么美哦。我一走到这边这个小箱，这个是2馆，台湾手工纸店。sample 叫白笋、甘蔗加洋葱皮呢，阿念的皮，大象的大便，象粪，香蕉猪啊，香蕉咯 ，OK， 我们都知道啦，胶丝就是香蕉拿出来做，可以做纸，不错，很美啊，很有氛围。纸做的巧克力，哦，它里面是巧克力，外面是一张纸夹着，很奇怪哦。有 chocolate 咯，外面夹住那个纸张，也是树皮呀、也是植物啊，也是可以吃的啊。他牵你手，用左手，你要打他。他直接都拥抱的。要大回一笔。然后你们安迪，你这个旅行哦，有人专门能带。对，安迪就是找这个台湾的旅行社写给你们看。哇，好似好叻咁喎。我說過啦，紫菜都係阿家，寫都係阿家，讀得到就得噶啦。詳細就是旅行社，旅遊社還是旅行社？旅行社。旅行社啊，哦，詳細。OK， 安迪的這一個行程呢，是因為媽祖，然後我又在這邊逗留一下，玩一下，就租了一輛車。就喜歡我又跑這一邊，不喜歡跑媽祖，跑了媽祖很疲倦了，懶惰了，又跑去玩。然後今天呢，因為安迪要來日月潭，以前安迪來了很多次的日月潭，但是我不知道這邊有一個造紙業，就是用手工純手工古老的方法，60年的歷史3代，我就喜歡這一邊這樣悠閒。所以安迪給這個旅行社包的，你們可以看安迪的description box 說明欄裡面我會放他們的電話名字。你看啊，台灣紙的消逝與重生，馬來西亞不用了咯哦。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，你還記得嗎？135小楷，246大楷，每個星期必寫的。哇，那時候真的頭痛，寫到很醜。現在不用了咯，你看造紙業誰還有用手？全部都是用 machine 了咯，直接，對不對？但是米芯的真的很滑很美，造紙的哦，你還可以看到它的，你放在太陽底下，你還看得到它的線，那個竹的線。但是 OK 啦，來一個體驗是蠻不錯的，給小孩子。好，走。來，我們現在吃這個牛香醋，這個醋哦。很漂亮一个花园餐厅，我带你来这样吃。今天的午餐，我们来一个只有台湾人知道的地方——牛香醋。然后一来到哦，哇，环境啊美到不得了，你会一直拍照啊。我们这些安迪死命的拍，应该拍。你看那个 feel， 哇，冰，多么的漂亮啊！没有，来，我们走那边。来，你来看，很美哦，这边，或者是傍晚啊、晚上啊来吃，很有 feel， 坐住慢慢 enjoy。吃牛肉啊，这边。不是的，为什么叫牛香醋？我不知道叫牛，因为台湾以前农村牛很重要。来，刘金龙做这个洗手盆，把这个缸弄破，然后放个盆进去可以吗？哎，这个是他们的首相哈，他们的总统馬英九。啊，第一要講馬九英，馬英九，把白沙的那個鹹菜甕啊、炸菜甕啊，全部可以帶翻去做呢啲嘢。過年嗰陣幾咁靚，係咪？為什麼要僵硬？不是，你猜？哦，對啊，我就講香港話，但是我不是香港人。來，你看，安哥做這個，
连我那个锅盖很多坏了啊！以前很笨呢，锅盖好像就坏了就丢掉，或者是卖给二手，古尼嘎啷啊！我现在知道锅盖有一个洞，不用了，去巴萨是一个缸回来。哎，阿弟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价钱哦。你看啊，我们算它300到200多啦，价钱也是跟马来西亚一样。哦 ，OK 啊，跟马来西亚一样价钱哦，我们叫 restaurant。200等于20多，24。啊，20多。来，你看，再看下去哈，这一些是乡下的菜肴哦，就有肥肠啦、苦瓜啦，应该要叫这个笋啦。OK，扣肉，380，4个人吃，40多块。OK， 一样的。哎，还有鱼耶，这鱼不是还便宜？啊，虾也是一样啊。OK， 这个不要吃了，这么贵。啊，蛋又很便宜哦。OK， 跟马来西亚价钱差不多一样。套餐七个人，如果是说1800的就3-4个人，因为他不是做旅行社的，他们是当地的人吃。你看全部讲讲福建话，所以你看得出全部都是当地的人。如果是说我们家庭来，我们可以安排来这边，租了1辆 van 车就来这边吃。甘蔗笋，这边吃到。 OK， 这一个就红烧肉吗？对，啊，笋布啊。这笋啊，没会烙皮，就是我说那该做指头那个茭白笋啊，塔白笋啊。然后这个是萝卜糕，这长在水里头的。就是这个你说的米粉汤啊。哎，对。饭不要吃。哦，所以这一边就是要吃这个米粉。对，加一点很好吃。米粉哦，哎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放很多芋头。对，芋头你要吃啊，你一讲芋头这边就有了，就吃到了。对芋头控的人来高兴，然后他们就要配他们的台湾的这个豆腐乳，对，配这个米粉，质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我每一天都看人家吃，但是我还没有吃过。要沾那个mayonnaise 啊， mayonnaise，这样拿来穿汤就吃啦，对，就最健康的一种吃，没有味道。非常 healthy， 干干甜甜。嗯，它也不像我们每次吃的那一种笋那么脆口，也没有味道啊。安哥很怕吃笋，然后他说要沾这个 mayonnaise， 其实不需要啊，很清淡啊。还有蘸酱油也可以，蘸酱油也可以吃，帮你讲也可以蘸酱油。很清淡哦。然后它的豆腐乳哦，有放那个豆瓣酱啊，这样。对。啊。好吃吗？我每天看到那些小红书，那些中国大陆的哈，他们就吃一碗饭还是什么，他们就这样一直拿这个茭白笋这样一直拿来咬吃，很喜欢他们。所以我现在 testing， 我们就要试它的味道咯。Sorry。萝卜糕。那就甘蔗头胸怪，就只有尾巴那一点。它的萝卜是磨碎的，你要配这个虾，配这个虾，他们叫什么樱花虾？对，有 mayonnaise 的，好吃。白切鸡，白切鸡。对。这个是土当归鸡汤。啊，对啊，它的当归，新鲜的当归，新鲜的当归鸡汤很棒。绍兴最香。好，谢谢。最香。来，我们先 try 它的米粉。通常我们在马来西亚煮米粉，我们很少说会放芋头，而且我们的汤的颜色一般都是比较青。你看到吗？它的有那个芋头的糊在里面了。这个芋头米粉是埔里特色，台北也很早的米粉放哦，豆腐椒粉哦，是吗？嗯，芋头很重哦，这个喜欢芋头的人就芋头控有一点点不一样 ，something different。哦，它的那个芋头很绵密哦，好夾味啊，很夾哦，它味道。甘蔗的心，但是这道菜真的是要找很难的，要很多很多的甘蔗哎。你看，这个根本都是买不到的，那甘蔗的心，看到吗？来，我吃看什么感觉。
竹笋的口感，但是它不像甘蔗。你吃看，你吃一口看，你没有我讲的时候你才感觉得到，因为我第一次吃啊。甘蔗的心，这是竹笋的口感。对，它叫甘蔗笋啊，但是它又不甜哦。嗯。但是这道如果是说找得到它甘蔗的心哦，煮给大家很不错一下的，没有想到。刚刚想一下还有啊。嗯。这个鸡肉也好吃。我们今天吃的这一道，这一个菜叫做什么菜了啦？啊，台湾道地菜，这口感是蛮爽的。你最喜欢的红烧肉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比较清淡，连颜色都是。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要煮到啊，要煮到黑黑，然后它的字我们要煮到稠稠的、薄薄的。这烤白笋可以不要丢掉啊，清淡不错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是甘蔗笋，也是甘蔗笋。一碗就够了，那2碗啊？没有，它加汤啊，因为而且太冷了，所以它不会没修啊。不够烫。哦，不够烫。哎，冷的哦，因为他们就前一天做，给它蒸住，给它入味。叫抠地鼠啊，这个敬你鸡屁股。不要，好，你好赞。美容的。然后这个醉虾哈，它是放在雪柜里面哦，用比较冷。最好的绍兴酒啊，对，用绍兴酒。但是我们马来西亚做醉虾的时候，通常都是用那个黄酒。对。然后这个醉虾呢，它是用绍兴酒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也是用绍兴酒，我们就做那个醉鸡，也是要放在雪柜隔夜哦，隔夜了才好吃哦。我带这个我是想分享很多次的，但是我就会觉得可能马来西亚的人不大能接受，来。因为它是冰冰的，口味可以接受啊，口味可以。我自己本身吃它是冰冷的，但是我好像觉得感觉上，我们马来西亚已经习惯了吃烧烧的，就是这一个差别。这个汤好喝。鸡汤很高，鸡汤很高。哦，是啊，等一下再吃。这也好喝。1P5啊。美容哎，我们小时候可以留给妈妈吃的。对，会很漂亮。都是要留给老人的哦。对，皮肤好。鸡汤，土鸡汤，水莲呐，哎，今天的青菜。带你去拔水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白斩鸡呢，也是凉的，所以叫凉菜。那一次在上海，其实我们吃到很多的凉菜，安迪都没有介绍。其实这个鸡的凉菜哦是 OK 的。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每次吃酒席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果冻的那个凉的鸡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有，就是那一种口感啊。但是现在的人可能不会接受，因为安迪有吃过那个鸡肉从雪柜拿出来冷冷，你跟讲啊咁凍嘅你都食啊？我不知道怎樣解釋了。來，台灣的土雞，然後他們喜歡沾這個椒鹽，鹹鹹香香。你知道這個什麼嗎？花枝蝦餅，花枝蝦餅啊，有蝦咯。說花枝就是索凍哦，我買的什麼都是索凍，不管大花枝、中嘴什麼都是索凍。我一定好吃的這個，又索凍又蝦嘞。哦，然後還有這一個蓮花啊，這個叫蓮花。水蓮的羹啊，浸 steam 也是不錯哦，這樣子來炒，料是很足，比較脆比較酥，但是好吃。哎，你try看，剛才的那個土雞湯，好喝，很健康，很清淡。你看它的油没有這麼多了，是馬來西亞的話油很多的哦，有那個當歸的味道，可以一口氣喝完。好吃啊，这老板好吃啊。我跟你講，你很喜歡啊。魚樣多少錢2000塊台幣。馬幣的哈240。240馬幣，5個人，一個人50塊，9樣菜。其實這邊可以吃8個人哦。新鮮的白香果汁。对，保護在內。另外點哦，對。因为它特色，所以我要交给你。有馬來西亞也是很多。对，但是这家弄很有特色。啊，很濃。
看哦，看凉风阵阵的吹来，很想睡觉。现在我们买了船票，上船游一下日月潭，来走。真爱要上映，鸡排大道超开心，台中逢甲一路吃，章鱼烧配大肠包。阿婆茶叶蛋没有开，因为阿妈不在了。他那时候有很多人在卖的蛋嘛哈，然后就看到他讲哦，因为以前那个蒋介石和他的老婆宋美龄的来这边游玩，所以他就看到这个阿婆带着孩子，因为她是寡妇嘛，她丈夫很早就死了，她就带着孩子来卖这个茶叶蛋，他就跟他买了，就很可怜，所以他就讲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卖，只有这个阿婆可以卖罢了。所以在这边你看不到有人卖茶叶蛋，就只有阿婆可以卖。现在是他的。去年来还有啊，我们是6月来哈。我去年都有拍到。去年的相片地方给你们看，我们2个人在这，还遇到我们的网友嘞，马来西亚来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印尼的也遇到。印尼的也遇到。一路吃一路冲，机车穿梭上哎呀，就完了，看，所以自己来旅行哦，能够免就免。现在你看有导游了，你上来。没有本事爬那么高。你是灯火超闪烁，雷肉饭家教再见，幸福根本停不住口。日月潭的由来，对不对？这边呢，圆的，对字。这边呢，半圆形的月，对，就是这样由来它的名称，对，日月潭就是这样。跳一下啊，再拍一拍。每个城市都在发光，台湾美食最疯狂。朋友就团马上出发，地图打开一路吃吧，台湾小吃就是神话，每一站都是卤肉饭，火鸡肉饭，50年的老店。看我饭还是要啦？卤肉饭，这个是卤肉饭啊。卤肉饭跟火鸡。对，猪脚饭，猪脚饭，空肉饭没有了。哦，没有猪脚饭，猪脚饭。啊，你不喜欢的？猪笋，好吃。他们不喜欢猪脚。猪笋，他就喜欢吃猪笋。他怕那个味道。对呀。好吃。味道够吗？啊，够。味道够吗？够，我要拿辣椒。蒜泥白肉。哦，鸭蛋啊。这个不是鸡蛋哦，是鸭蛋哦，还卤蛋。哦，点。就卤蛋啊，好吃啊，一样没有差。是说它更大力，可是我们这边已经有竹笋了，你叫竹笋啊，这个也一样啊。我刚不晓得啊。一样的，但是那个竹笋没有很多啊。吃饱了。来这里。嘿，我们来到嘉义的夜市，还是来夜市哦。来到台湾一定要走的就是夜市，走看看。豆腐配香汤热狗，这就是台湾的节奏。高雄瑞丰热闹滚，旗津海鲜鲜又嫩，嘉义鸡肉饭太猛，花莲麻糭甜如梦，润饼大街边走边唱。那时候你在西门町吃那个宠物饼，很好吃哦，那个调料。那种是太多肉了。我跟那个老师婆在啦。哎，对哦。啊，半张。啊？要叫小份，不是半张。是的，弄啊，不用给。我一半嘛，多少钱？可以啦，葱油饼。应该是啊。我觉得半
Welcome to 阿里山，第7年才来阿里山，然后来这边拍拍照。可是我们没有坐火车哈，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这一次坐火车给你们看，走。票100块钱而已，so 只是6分钟而已啦，我们坐。然后这个火车没有接去别的地方啊，它就是只是在这个阿里山而已的，100块而已啦。OK， 我们去看看，走。6分钟，哦，走1.6公里到了早平车站。那我们走2个会2一路走下来，哦。坐都没有5分钟了，才坐下去，一点热都没有起来了，下来了。这个火车轨道以前是在这一边的树桐，然后载了下去，然后就用船运去日本，所以好料的东西都带去日本了。这叫 Kinoki， 英文叫山，对，那有红块跟黄块，不硬，它半软，它不是硬带，但是它有精油，它的木头不会变形。它的精油很香的，所以虫不会蛀，虫不喜欢那个味道。哦 ，OK。那这英文叫 separate tree。OK， 来。所以以前我们来了，我们不是爬到船嘛？原来刚才 Judy 讲他也是走错路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导游，所以他说不要用那一个方法。所以刚才我们坐火车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坐一小段，我们不要坐完。他就说坐那一段下来，而且这一个是一直下坡，然后你就跟着就从那个山坡那边这样一直下来，你就很 relax， 你不用出力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这种树木哦，叫什么木了？这个树叫檜木。OK。它有一种精油，它散发很香，而且它不会蛀虫。然后那时候日本，一直讲英国，因为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嘛，台湾就是日本的殖民地。然后日本人很厉害哦，刚才我们坐那个火车不是他们的火车寄的哦，是这个森林寄的，所以他们就砍了这些檜木，然后就把它拖下去大海那边，就全部运回去日本。这个是第2代，他们怎样分呢？他就砍了。这些根在这边哦，你看它吃得很厉害，然后就生了树在上面了，他们就吸收它这一个第1代的精华，所以这个是第2代那个树，所以我们要去看第3代的，走。这个叫姐妹潭啊，这是姐潭，这个大是妹潭啊。这个也是2代，砍掉啊。生出来3颗，所以叫做3兄弟。然后那边你看那个4姐妹，第1代的砍掉了，你看上面再生4颗，所以叫4姐妹。你看到没有？像只猪，猪的头、猪的耳朵、猪鼻子，所以它叫金猪报喜。但是你在这一边哦，你一直嗅到那个精油的味道哦，很香哦。你看很多，嗅到起初我还以为是人家放的精油的味道，因为檜木它会散发出精油。所以看到这个后来都是那个，哎，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你看他就把它翻起来了。那个脸被手遮住了，是啊，哎，对，哦，这厉害啊，安迪，哇，这个 Super Woman， 哎，好了，Super 安迪，你也来一张吧，健身啊，在阿里山这边只有一个唯一的神庙，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在以前日本时代的时候已经有了。OK， 然后他们讲哦，每年的4月在这个阿里山这边这个庙诞的时候，这边有7只蝴蝶哦，你看，OK， 然后他们讲哦，这个蝴蝶哦，每一次它生蛋的时候哦，它都会飞来这一边，它就在这边几天哦，它都不动，不吃不喝，它讲今天有哦。它胡子下面。然后这么巧哦，他们讲你未必遇得到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但是今年我们就讲没有了，然后有人讲有啊就有啊，真的是有啊，7只哦，
就在它的胡须下面，你看，就那7只，它讲几天哦，就吃不喝。因为下面那2个王爷也有，都各有1只啊。哪里啊？下面那2个王爷都各有1只啊。哦。然后这边最近的这边有1只啊。他讲黄爷这一边啊，你拿胡须那边你有看到1只吗？啊，哎，胡须那边有1只很大只的红点。OK。有。OK， 走。它的叶子只有一片叶子而已，看到吗？所以叫异叶兰。安迪，我要学英文了，这是。我会读这个字 ，tree generation tree， 对不对？你要问。啊，谁要问？那个是 first generation。Third generation, second generation， 所以就是这样子要学了英文，要分图讲，要 polish，OK？ 大概，因为它从1895年来，又先发现那种再花12年，它是非常环保的，它不去砍的树。早上你吃烤蟹吗？有啊。你看，我们从那边这样下来到这边，还要再下，虽然是200米哦，哪里可以这样？一天1粒就1粒啊，一天1粒2粒这样啊。前都还没有觉得出到汗，那还蛮凉爽。以前的人每次来到阿里山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要看这个神木倒下来了，就让它在这边3000年这棵树。哦，遭雷劈啊，其2/3留在原地，1/3，哦，1/3用在铁路上。哎，你看，就是踩上面嫩嫩的，所以他们讲1心2叶，哦，这样就下来。就很嫩啊，一踩还好。哎，这样不错嘞，给人家来，这样又有人帮你采茶叶，要请工人呢，又省了人工。我们采的可能速度可能慢跟他们比不。哦，你看他踩他手快。所以你们是从哪一个国家来？你猜猜看。马来西亚。哦，这我讲出来嘛。有吗？有马来西亚的人来吗？有啊，蛮多的，就是。蛮多的。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口音好像都蛮像。一样，都一样。看到没有？安迪六来了，安迪六今天变成了采茶姑娘啊，老姑娘。如果你们来到阿里山，有人带，或者是你们自己找，你们可以来这边体验啊，采茶，然后如何制作茶叶啊。而且它就是他们讲1心2叶，就是这样子呢，要采嫩嫩的，看到吗？它这边很多还没有采哦。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来到很迟了，如果你们早上来的话，安排一个时间啊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安迪在采茶叶。OK， 然后还会给你一个篮，你可以来体验采茶叶，然后还会给你帽子、衣服，都是他们的，不是我的。本来我说，哎，来做采茶的体验哦。我一想到那些安迪一来到，哪里有可能采茶？拍照，这边拍照，那边拍照，采个屁呀！对不对？你看很漂亮哦。对，这边整片都是他的哦。对，整片哦，任你采哦。真的，如果是真的，请我们来采哦。拍照多过采茶叶，那风景很漂亮啊！你看。都变阿妈级了。他们采多少个小时啊？大概8小时。8小时啊，他们可以采得到多少钱？才2000块左右吧。哦，8个小时2000块多少钱啊，老板？有马币200多，如果这样。哦，8个小时200多，不错啊。对啊，马币200多。你一天下来你就腰酸背痛了，你看第2天。他讲很多那些安迪这样来采哦。专业的啊。啊，他们来采，他们就一边采一边聊天。他说1个小时他们采得到1个篮这么高哦。实在厉害哦。要不要我们来组织大家一起来采茶叶？台湾人真的是很多的茶哦。很漂亮，不是一般。然后我们会一起制作。哎，你的这个真的不漂亮啊！是哦，你看，你看我的这边。你也无量啦，拜托的，你拍了我那个材料，这都嫩的，我都嫩的嘞。这都你的，我都嫩的。我只有这边，我这边。啊，这是谁的？哦，老板的。哦，我都采嫩嫩的，你看。我都很嫩哦，不要让看一下。然后和谁要减压的哦，发觉到刚才我们采哦，你会放空哦，你就是 concentrate， 一直在采那个嫩的芽，
所以有压力的啊，有忧郁的来这边采茶叶。然后如果安迪采的话，安迪就完蛋，安迪有强迫症，就死命都要采要采。采回来就这样倒出来，他要教我们怎么样制作这个茶叶。我们来练铁砂掌，就一个手戴，一个手就不戴。对，一只手是会要感觉这个茶叶的热度啦。哦。啊，你如果很胖，就是2只手啊，我会帮你看。我就 OK， 要感觉这个热度。现在不是炒菜哦，炒茶叶哦。开始烧了。教你们炒茶叶。我这个炒多久？大概5、6分钟吧。这个是古时候的方法啦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是用米细了啊，我感觉得到了，它的茶叶有一点温温的，开始，已经皱了。没有很大。是啊。很烫的时候要跟我讲，很烫的时候就是茶叶也受不了，就是火要先关掉。如果很烫的时候，一个温度就好了。可是现在温温啦。现在有听到。对，你如果觉得手摸起来很烫，就是表示温度太高。但是不能太久，太久会焦掉。对。可以拿来煮菜吗？煎蛋呐。也可以啊。可以滚汤可以吗？可以啊。Australia， 对呀，我很多粉丝 Australia 的，很多。我拿个视频给你看，应该是你。来滚现在是要把它炒熟透。煎鸡蛋，切幼它。那我们倒在这里。就往后面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先洗手，这个手套可以脱下来。这个就是揉面包的方法，你看了吗？所以他讲，不是这样把它这样，你推，然后他讲你揉了过后，把它打开，不要给它打结，就你要 try 嘛，温温的。起来揉吧。如果你会做面包，你就会揉。我会做面包啊。如果会做面包，你就开溜吗？对，开溜，对啊。绿豆，你的粉丝哎。他是你的粉丝哎。但是你是台湾的。不是。是 Australia， 但是他是你。我们本身我们是潮州人。潮州的。柬埔寨潮州。柬埔寨潮州啊。那你怎么会 follow 他？看 YouTube 煮蛇吗？然后来这个茶园你可以自己制作茶叶，采茶叶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包装，把你做的茶叶，他会帮你炒，我们刚才炒了嘛，烘干，然后装起来，你可以带回去做纪念。然后你要送给谁也可以，你要给自己也是可以。然后它就有这个包装，然后你自己的 idea， 但是它有很多啦，图画刚才给安迪看，要怎样画。然后安迪画很差，就随便做一个咯。阿里山上，然后我要送给谁，我就写名字这样子咯。OK。那你打算这个送给谁？送给 Judy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通常做一个这种工都是年轻人或者是小孩子这种兴趣，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已经老年了，不可能再去玩这一个东西。所以刚才做的时候要画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生疏那种感觉。这样，第一句我也要。第一句我踩到一点点，第二来这边做3天3夜才可以做得到送给大家。我们来品茶，金鲜和红茶。我们的茶留在这边发酵，然后再Black tea 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茶。不是茶种不一样，做的就不一样。有点像绿茶的味道，很香哦。Austin 最厉害喝，各有各的。今天来另外一个 hotel 开箱，在阿里山。他说他开了1年多，这个是新的。说他做榻榻米的 Japanese style， 然后一进来就是那个木头的味道，很香有块木的那种味道啊！你看，做完了偷偷放回家，很香哦。然后你看那边有的，哎呀，有的泡茶，你看多漂亮！哇，它的junk food是 free 的吗？junk food是 free 的吗？free 啊？我厕所他们拿很重要的。OK， hair dryer 有。OK， 厕所就没有啦，你要自己洗屁股。
柳拜，Malaysia style， 现在的人慢慢都知道了哦，要做这一种了哦。对，全部都有了。好，这个是安迪的朋友的房间，所以我们去看安迪的房间。所以我们的就很破啊，然后也是一样，有 TV、power、榻榻米，然后也是有 view 啊，很美啊。这个的木又木质风一点，哎呦，这个是我最喜欢这种木。OK， 看厕所，来，怎样冲凉？这个是做什么？是哦，爬上去啊？你不明白啊？我说爬上去啊，做啊。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做什么，就这边冲凉哦。哦，它没有 shower screen 哦，Judy 那个就有了。OK 啊，可以啊，很干净，很新。开箱啊，阿里山的民宿，还有个喝茶，很多，还有很多junk food哦。阿里山都有出咖啡的咩？台北夜市人挤人，竹笋汤，但是他们的竹笋没有那个味道。这个是那个苦茶面线哦，他们讲炒哦，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嘞。我们的面线炒台湾的特色。苦茶，好吃。但是你要这样子炒很难炒哎，我觉得会它其实是面，啊把它老就是开水滚的这样子，然后就拌，就不像我们拌干面那样子拌。它不苦啊。今天我们在阿里山吃的晚餐，因为这个是 Judy 的朋友介绍的，他已经来过这边吃，就这边本地的人吃啊，本地的人旅行。然后这个是龙须菜，就是我们去金马伦的时候，它就是清炒。然后这个是红烧豆腐，很不错。然后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面线，苦茶炒面线，它就是拿苦茶来拌，很好吃哦。但是很奇怪，他说那个苦茶，我的感觉上苦茶会有一点苦嘛，可是不是哦，它就是一种油，苦茶油，没有味道了，但是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是客家小炒啊，鱿鱼豆干啊，安哥呢？你看，它的 flavor， 它炒到很不错。这个哦，这个是青椒炒羊肉。牛肉，生炒牛肉啊，清炒牛肉好吃，它的味道很接近马来西亚，它是特别不同，很美，炒到，而且价钱也是大众化，200多、300多，就在阿里山在上面，我们下来半山这边吃，街上，啊，但是要有车下来吃啊。啊，还有啊。他们招牌苦茶油鸡，套餐800，然后我加了这个跟这个，本来只有这个800啊，800，香便宜啊。这个叫什么鸡啊？苦茶油鸡，哦，就好像我们炸鸡哦，但是它是用麻油浆的，5样，200多，7样菜哦。